垃圾的公司千千万，最烂的永远在泡菜。10月成团，时隔3个月，1月3号 ，Kep1er 终于正式出道了，新歌写 MV 和初表演一起发布。果不其然，又难听又难看。咱这边的建议就是，请经纪公司尽快派员工到抖音进修一下吧。抖音神曲都比这个耐听多了，出道曲的槽点实在太多。接下来听小新一一道来。Hello， 宝宝们又见面了。迷惑的编舞动作又增加了。谱出道曲哇哒哒的编舞真是开年第一个，这么大的舞台，非得让成员们挤得跟早高峰一样，魔性的动作不知所云。花手加比心，贺岁感十足。看起来公司的目标好像是要征战春晚舞台，可是就算是贺岁舞台，这个服道化人家也是看不上的。成员们的穿着就突出俩字：朴素。整个舞台也就俩字：黑了吧唧。感觉跟没有灯光一样，只有几个人看得清脸，加上服装中的黑色元素也多，满满的寒酸味道。公司是不是年末了没有钱了呀？至于歌曲，小新单曲仔仔细细听了好几遍，只能说 Kep1er 的出道曲质量实在一般。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个不断循环的哇哒哒以外，没有什么记忆点，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都是如此。小新让身边的朋友听了这首歌，他们的点评都如出一辙，就是很乱。听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还不如火箭少女的月亮警察拯救你。只能说这首曲子的吸粉能力太有限，作品做得不好咱们就先不说了，可是公司连最基本的宣发都跟不上。你拿什么到6代女团里面比？很多人敢说 Kep1er 是韩流选秀女团运营最差的一个。10月成团这夜搞得稀烂，因为工作疏忽让2位团员感染新冠，随后迟迟没有活动可以参加，一直到2022年才正式出道。万众期待的出道曲终于发布，宣传又没有跟上，前辈 IOI 出道曲空降 Melon 第6，IZ*ONE 的出道曲也是空降第9，而 Kep1er 只能热搜自己上，销量自己扛。还好 Kep1er 背靠国际粉丝，出道曲的数据还是很优异的，首日销量比 IOI 和 IZ*ONE 加起来还要多3倍，目前已经突破15万大关，仍旧在疯涨中。可是这并不是谱的全部实力，可以看到他们的音源和销量完全不成正比啊，尤其是韩流市场相当惨淡，甚至没能空降 Melon 的实时榜单。韩流的5大音源榜，他们只空降到了 Bugs 这一个榜单。有人说是因为泡在国排外，可是谱内的韩国艺人含量才是大头啊，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根本的问题还是公司从头到尾就没有用心过。泡菜国的数据一团稀碎，为该女团买单的基本是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Kep1er 出道专辑的6首歌中有5首空降日本音源榜的前5位，这样的盛况也就只有当年的2代女团 Kara 做到过。在国内也是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主打曲哇哒哒成功登上热搜榜，所有数据都能证明谱的妹妹们是真的强，也反过来让我们看出公司是真的不当人啊。从成团到出道，大家给公司留足了充裕的准备时间，可是公司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Kep1er 的定位到底在哪。出道曲这个样子，哪里像个成熟的国际女团啊？最可气的是，连最简单的 Fun Part 都没有搞清楚。最亮眼的是小婷，最惨的也是她。陈晓婷出道夜被打击，一直以来人气都在前3名徘徊的她，直接被控票控到第9，不公平待遇在前，出道曲又拿她出来扛门面，开头 C 结尾 C。表现最惊人的还得是咱们小婷大美女，可是中间的镜头却是最少的，谁知道又被公司拉出来挡枪。新歌发布没多久，就有迎宾过境炮轰小婷镜头太多是皇族，搞清楚，不要觉得谁最好看谁就是分 part 最多的了。仔细看看分 part 表，她在出道曲的 part 占比只能排在倒数第2啊！大家不要印象流，沈小婷完全是靠实力获得的网友尊重，人家能以出道时垫底做到出道后队内人气第1，是她自己的本事。要说比谁惨，修宁在这次的出道曲里是真的赢了小婷。第2位出道的修宁，曾经混血颜，很多人 get 不到，现在换了金发，俨然一副欧美甜心小公主的样子，猜测今后她应该会有很多颜粉。可是数据这么好的大美女，居然就这点镜头，第一遍看 MV 的时候就以为修宁没参加呢，出道第2名，分 part 倒数第1名，这还是人看的事吗？而真正的 C 位金彩炫也是 C 了个寂寞，不是他的 part 根本注意不到他，属于 C 位应有的亮点也没再安排。不过这次换了粉色发型还是很亮眼的。金多娟开场的 rap 是最惊喜的，绝对是 Killing Part 担当，她的排名不高，镜头却是最多的。虽然表现确实出彩，可是这个 part 量未免有些不符合团内定位。
本来以 Kep1er 横跨多国的影响力，他们是最有希望登顶6代女团的。可惜出道曲编舞编曲不过关，服化道和包装跟不上，也有的宣传几乎等于零，对内分 part 槽点太多。从出道曲中，咱们可以窥见的问题就有这么多。究其根本，还是公司对 Kep1er 的定位模糊不清，没有研究好每个团员在队内的任务。Kep1er 作为一个上升期的女团，面临的问题真的不少，真让事业粉和妈妈粉一起心碎啊！接下来小新就带你一起分析一下 Kep1er 目前离一个合格的 top 女团还差些什么。首先是必须要对公司说的话，分 part 问题必须重视，绝对不能没有标准，随意分 part。这样下去，哪个选手的粉丝还有心力去冲单人销量啊？还有宣发和包装必须跟上，咱就说最低目标吧，放到其他6代女团中间不能差太多吧。就现在这个包装水准，拿什么跟同是 SM 公司练习生的 aespa 比？人家是完颜团，你这边现在还像是素人，人家的舞台可少女可性感，你这边可乡镇企业剪彩，可淘宝热卖表演，咱们都这个销量了，就不能上点档次吗？其次是对每个团员的忠告，真希望大家出道以后能捡起女团的责任心，不要再做出一些容易让人滤镜破碎的举动。金彩炫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一公时期放肆的身材管理让她获得黑称肥肥。金彩炫从刚开始就一直是 Mnet 想要的人，她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顺风顺水，3公跌出到位，一看就是 Mnet 的虐粉剧本。这么多期节目下来，大家有看过导师对她说过一句重话吗？不管是中期检查还是公演后的点评，导师们都是安慰加鼓励的话。如果捧成这样，自己还不努力的话，那就真成扶不起的阿斗了。徐永恩明明是999真正的丝袜女，却没有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反而各种作死。采访里面明着内涵沈小婷，段位真的太低了，轻易就被戳穿，盖上了低情商的帽子。江启光更是离谱了，我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保持出舞台里不仅可爱还有实力的反转形象，非要在节目里阴阳怪气的内涵西葫芦的妹妹们抱团。小小年纪的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谁黄和谁玩，前尘往事咱们就此结过。如今大家身在一个团里，最重要的就是团魂，希望大家都有点子艺人的自觉，不要再做什么拉踩队友衬托自己的大梦了，求求了，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乱说话了好吗？还有江一书，因为整牙也没法拯救的一口突兀的牙，被起了外号牙牙。刚开始被大家认为是真命太子，后期排名越来越偏离出道位，当了2次戏也没给剧本，让粉丝叹气搞到废太子了。不过节目给他的待遇也算不错了，粉丝说是捧杀，但有关注度总比 Nobody Cares 好，所以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去整牙。宝子，咱整牙失败了就抓紧时间再去整，不丢人啊。版本伍佰和崔有贞最为可惜，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可惜在出道曲的表现只能算不攻不过，没什么骂声，也没有特别大声量的夸奖。未来一定要找好自己的特点，才能让大家记住啊。总的来说 Kep1er 的表现有亮点，也有诸多问题。作为看着 Kep1er 成长的忠实粉丝，小新是真心希望妹妹们可爱的点被大家看到。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公司能够在这次出道曲中吸取教训，好好整改一下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哦。